西北地区绝对算是我们频道最熟悉的地方，北疆、南疆、青海，我们都曾到访并且拍摄过样片。那这次样片日记的目的地便是通往西北地区的地理要塞河西走廊。雪山、沙漠、绿洲等7种地貌都被折叠在了这条1000多公里的长廊之上。那虽然路程漫长，但是对于拍摄样片来说非常的合适。前段时间，燕云16神的河西版本带来了新的地图，并且参考了大量史实，也结合了现实中对应地区的大致风貌。所以在线上深度体验了游戏之后，我们这一次也想来实地看看游戏地图背后的现实路线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一拍即合。而这次由于行程安排，我们将派出大成和 Michael 带队来拍摄样片。那老规矩，所有带 Free 标志的样片你都可以随意使用，包括商用。但这一次还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公司加入了一位很厉害的编曲师小姐姐，有一部分的样片我们会开始尝试使用原创曲目，所以希望你能喜欢。话不多说，欢迎和我们一起开启样片日记的第5次西北之旅。大家不要模仿啊，这就是一些专业的操作。我是有一些无人机召唤术在身上的。哎呦，开始知识分享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一个路边，然后理论上来说啊，我们后面应该是有雪山，然后有嘉峪关，有日落，这个时间应该是刚刚好，差不多快日落。但是呢，这个天气就是这么的瞬息万变，在大西北，这沙尘暴一来，一下就什么都没了，只有孤城。这边有一个关照的这个小店儿。来者何人？姓名。过来接受盘查。想好你出关的理由，回答不合适可能会被扣留。我出关是我还没问你呢。啊。来者何人？姓名。妙哲渊。你是何方人士？浙江嘉兴。嘉禾来的，合成的。游泉长水，秀州。对。你出关有何贵干？我出关为了求学。现在几年级啊？大学2年级。14年5月初2，合成大学士妙哲渊兼嘉峪关，一路西行，游历访学，深造之旅过关。谢谢。游学深造的啊！我也要一个。来者何人？姓名。在下李成杰。你是何方人士？吾乃从实招来，你有细作之嫌，我感觉。你哪里人？你不知道吗？湖南贵阳郡。啥？湖南郴州。郴州，贵阳郡也叫浮沉，没说，你说对。您怎知？吾之故乡。我在这办公600多年，哪里的人没见过？600多年办公。对呀，李成杰，你到西域有何贵干？我飞飞机的。这600年前你给我飞飞机啊？你这是戏弄海关人员。旅拍，参考张骞老师的那种形式。张骞旅拍过。抽盲盒，看看你前世是干啥的。这啥呀？倒插门啥意思？倒插门你也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啊。贵阳郡帅哥李成杰，兼嘉峪关，前往西域女儿国入赘，做倒插门女婿，明白了吧？入赘的就是。入赘一块啊！我倒插门。啼笑皆非的出关之旅告一段落，我们最后也没能等到天气好转。而当我们的制片朵朵查看天气之后，发现西边的天气更好，于是我们一路向西疾驰了几小时，终于冲出了沙尘暴的范围，天气也开始逐渐好转。惊喜的是，一抹红日也在此时出现在了天际线上，于是我们也在路边的野沙漠意外收获了我们第1组样片。
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悬泉至，它能为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商客啊提供住宿啊、吃饭，就是1日3餐这些东西。然后在当年，我们的石伯伯就是我们这个悬泉驿的最后一代驿长。石伯伯就是在23年退休了，然后在这里守了10年，就是守护这个遗址，不要让人破坏掉。就是啊，从西安到敦煌总共有80几个驿站，这个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多的地方。啊，以前说是咱们国家是蔡伦发明了纸张嘛，蔡伦是西汉，这是东汉时期就有麻纸啊。你看，这就是出土了麻纸的残片，把造纸术又往前推了100多年。所以这就是文物的意义。我天，确实，鸡皮疙瘩起来了。哦，这就是悬泉，这个水直接可以饮用，直接喝啊。口感确实很像农山泉。就真的很奇怪，就是上面全都是这个黄土高坡吧，算是，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这里出现了一片草地，然后有一股泉水流出来。其实，在这种大西北的地方，有这么一潭泉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知道，丝绸之路最有名的，它就是沙漠、荒原。以前的古人只好守住水，就是守住命脉嘛。哦，守住水就是守住命脉，就是。作为南方人，每次来到西北出差，身体总是最先感知到的。因为一旦落地超过1天，你的嘴唇就会开始干裂，身上的皮肤也会开始发痒。而这也是西北地区不成正比的降水量与蒸发量导致的。这里的湿度非常低，所以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在致力解决水危机。守护水源的石伯伯便是2000年来众多的民间参与者之一。同样的故事，在我们游玩到烟云石油深重的汶区汲取辖地之线时，也能够看到。一代代的码头村村民虽深知寻水的希望渺茫，并且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能让后世的人们喝上水，这份信念感驱使着他们前赴后继的刨沙运石，虽九死其犹未悔，最终也成功在一片黄沙中凿出一渠清水。古人们虽未曾饮用过今日的水，但由他们寻得的水，几千年来都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而这每一滴流淌在河西走廊的水，都是来自祁连山的落雪。他们游冰化水，躲过戈壁的日晒，绕过流沙的绞刑，最终撕开岩缝，化作了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命。有一说一，这画长得像 AI 画出来的，而且有裸眼3D 效果，因为它又有古代的人，又有现代人。我觉得河西这条路啊艰险，但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这个驴车绝对只是其中之一。你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坐在一个驴车上，搭个便车，然后它的大便现在就在你面前，你可以看一看有多近。对，我的，我们现在要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特色羊皮筏子，还挺坚固的。其实，它就是一整只羊皮剥下来，把它的这个口子给它封住。这我们自家有养羊，自己养羊，然后自己剥，自己吃肉。这一个里面最少灌2斤水和1斤油，就是滋润上它这个就不破了嘛。他这样做一个羊皮的这个船大概多少钱？一个400吧。一个羊皮400块。那他这一排5个，3排15个，那还挺贵的。一个羊皮筏子6000块钱。这个羊皮筏子的腿戳到我了，戳哪了？这。我虽然不知道古时候那些武侠坐船什么感觉，但是现在坐着这羊皮筏子，也有一种江湖悠悠的感觉了。确实，师傅，他这个是古时候你们这儿的人就坐这个羊皮筏子。我们这400多年了，三国时候就有送粮食啊，送兵啊。虽然说这个羊皮筏子180有点贵啊，但是我建议大家来感受一下，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感受不到。就是你在这个黄河上泛舟，远处就是巨大的石林，
中国水墨画的具象版，很美啊。船夫告诉我们，眼前的石林目之所及都曾被黄河淹没，岩层挤压形成的石柱在浮出水面后又被劲风雕刻成了现在的模样。而河西走廊上的地貌都是拜风石所赐，西风带裹挟着风沙，在峡管效应的助力下，千百年来不断地摩挲着每一块岩石，也打造出了如今这片黄土地上形态各异的地质骨架。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旅拍店。我发现其实在中国基本上有名的景区里面都有这个旅拍店，然后穿的也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在这里吧不一样。我们的朵朵已经扮上了，她今天穿的是燕云16升的少东家的服装，出世服装。我觉得这套衣服非常适合你，就是男版的飞天，你觉得怎么样？狗都不穿，穿的就是飞天。我俩的装扮如何？我不行，我真不能看他俩。我一看他俩，那不妨问一下我司资深的 coser Tim 老师，可以看他觉得我们俩怎么样。老少，我是1号演员大成，这是我的正面。沙僧，你怎么来了？侧面，请选我，谢谢。2号演员 Michael， 正面。你这种审核都过不了，审核过不了怎么办？应该没事吧？我啥都没露。你刚刚已经掉出来了好吗？我还得给你打码呢。我们可是飞天，飞天，我们上天的。你怎么飞啊？你飞给我看看，大成。不知道大家样张看的怎么样？反正我们两个是一点都接受不了，太辣了。所以说赶紧把衣服给换了，但是妆吧实在是来不及卸了。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是在鸣沙山的这个月牙泉边，我们这次带了这台机器，就是12K。其实很少用这台机器，但是我们这次把这个红外截止滤镜给它摘了，所以说有一些红外摄影想要给大家呈现。这台机器配合不同绿色片，可以拍出各种颜色的树，除了绿色，白色、紫色、红色、黄色。然后呢，本身这个游戏《燕云16升》，它就是现实和梦境去呈现这种故事，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表现形式很适合我们这次红外摄影。确实，就是有点水墨画的那个味道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除了充满诗意的大漠风光，古往今来的商业文化交流，也让河西走廊孕育出了独特的石窟艺术。而我们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观赏我们在游玩燕云16升时看到的莫高窟第156号窟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燕云凉州的剧情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围绕这位晚唐时期的归义军将领以及他的侄子张怀生展开。在河西地区失陷60余年后，张议潮领兵起义，将河西归附大唐。本应被视作英雄的他，却受到了朝廷的怀疑，被迫前往长安作为人质，度过了郁郁晚年，至死都没回到河西。游戏中刻画了这位将军内心的挣扎，以及他离开河西后，张怀生作为归义军新首领，在河西经历内忧外患的故事，能感受到独属于他们的英雄魅力与悲怆挽歌。而如今的石窟出于文物保护，我们无法与你分享窟内看到的画面，
但在敦煌画院，我们拍摄到了这幅与燕云合作，以等大方式进行整理复原的临摹品。也许你曾打卡过这幅壁画，但在了解了归玉军的历史，并且游玩游戏之后再去看，还是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画叫做《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然后燕云16声他们更新的这个最新的剧情，其实就是这个张议潮和张怀生的故事。我觉得有意思点就是刚刚画师说，一幅画其实每个时间段你发现它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对，就是这种黑色的肤色，你看到的都是它曾经画的是肉色，但是因为时间的氧化什么的，它变成了黑色。对。但我觉得其实比较可惜的一点是，他是个很厉害的河西的大将军，但现在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其实只有寥寥几句。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资料都被当时国外那些说是探险家，实则就是盗窃文物的人给带走了。所以关于这位将军的故事，他现在至今都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可能在法国博物馆，可能在一些民间人士手里，就是无从考证。时至今日，文物虽不会再经历被盗的尴尬处境，但这种以泥土地障为基、使用矿物颜料绘就的壁画艺术，终将在风沙侵扰、气候变迁以及时间的消磨下，回归沙的本色。古人们曾以图像、雕塑的形式，向今天的我们展示当时的生活样貌与信仰，而今天的我们也通过第9艺术，让这些文物背后的小众历史跃然纸间。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未来的某一天，那些流落海外的文物，也和当年的河西一样，宛然而旧。所以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次的河西之行，我们感受到这片黄土地在极端环境背后的生机和文化活力。如果你暂时没空来到甘肃亲眼目睹这样的美景，也可以在燕云16声的河西地图中感受一个个厚重的历史人文故事，沉浸式的当一回中式武侠。那当然也欢迎你去我们的官网下载这次的样片。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下次我们该去哪呢？